放肆！我的内力呢？欲拒还迎是吧？还挺上道。内力虽失，神魂也碎，可点穴积血，制住这醉汉绰绰有余。这究竟是何地？我堂堂大周国师，怎换了副凡人身躯？营山火光漫天，我守护了200余年的王朝，眼看就要化作灰烬。我动用禁咒，为了司命氏一族不可煽动人间气运的祖训，维护燕州血脉与满城生灵，我引来了9重天劫。那一夜，天雷将我劈得身碎魂散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里11楼，掉下去必死无疑。乖乖听话，至少还能给你留条命。凡人之躯使不出轻功，但一道情深咒还撑得住这一跳。他真跳下去了！无意打扰，只是路过，若有侵扰，还望海安。没关系。请问此处是何地？到香都乡多远？离香都酒店开车了去半小时。车？这半个时辰地的路程，竟还要驾马车代步？告辞。楼下毫无血迹，我竟没看错。韩总，线路老画家此报，半小时内就能恢复供电。没事，许是太累，看花了定了，安排我1周假期。好的，正义基金今晚在楼下办慈善，想请您露个面。不去。堂堂大周军师，天道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如今连轻功都使不出，只能爬下水管。这报应，小腿怕是骨裂了，神魂裂缝也越撕越大，再不走，定被抓回去。江哥，江哥，你醒醒，江武！我乃神卷一族，大周国师，天道之下，千万人之上。哥，你快别乱说，护士别介意，他摔到头了，我遭了雷劫才一身是伤，内力一恢复自会痊愈。阁下莫非是雪衣神针的后人？我是南丁格尔的后人，回家记得卧床休息，伤脚尽量别动。好，那个他这情况是该拍脑 CT 还是看精神科？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都看看。无妨，待我运转心法，3日内必愈，不必拍什么 CT。哥这脑子8成真摔坏了，怎么也得拍一回。落难的凤凰不如鸡，这屋子还没我当年养鸟的笼子大。我竟穿到1000年之后，成了个被骂作毒瘤的18线男星，霸凌队友，演技稀烂，乱蹭热度，黑料堆了一大点。还有这张与已婚金主过夜的照片，把我盯上了热搜。哥，私信我都帮你关了，那些骂的你别看，伤神。从前骂我的人，怕死从不敢当面，只敢写藏头诗借人之口。这些人倒有趣，可惜赶上了好时代。若是从前，他们9族堪忧。哥这话听着怎么让我背背发凉？房租不过5000，和大周几两银子，我堂堂司命师还赚不回。听风便雨，观星断祸福，摆个摊算命，5000唾手可得。快看，那不就是街头要饭的那个明星吗？他还搞封建迷信，举报他！罢了罢了，钱没算成，先逃命要紧。哥，这些网友啥都不知道，跟风黑罢了，你别放心上。我真有金主吗？当然没有，你绝不是那种人。看来是有人造谣诬陷。那一晚的事，得问个明白。那晚我是怎么醉的，又怎么进的严文雄房间？那晚远哥让你去见投资商，约好我第2天接你，可你7点多突然发短信叫我去，我赶到就出事了。临时改的约，这一局是余光远设的。江武，你有病吧？我求来的机会，你把严总打进医院了，7天交没了，男二也黄了，公司要雪藏你。你找我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吧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个机会，去给严总赔个礼，他就考虑原谅你。哥，要不还是别去了，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当然要去，不去，这一局我还怎么解？听说你腿伤了，昏迷3天，是我太急，没想到出这种事儿。好多了，昏迷3天，是我灵魂出入心身，又强势动咒，神魂不稳罢了。大老板脾气大，你一会儿态度放软，认个怂，这事儿就过去。人呢？严总，打扰雅兴了，江无刚出院，急着来给您赔罪了。那几个废物竟骗我说他从11楼跳了，真跳了还能好好站这儿？老子混了这么多年，竟栽在个黄毛小子手上，光一句道歉就想原谅，没那么便宜。那你想怎样？跪下，爬过来，学几声狗叫给我听，叫大声点，不愿意就滚。要不是看林总面子，你连爬我床的资格都没。林耀辉中心总裁，看来这套来对了。下跪学狗叫太老套，诚意不足，不如玩个新鲜的。不会可以学，是不是，严总？当然，一共18个洞，标准72杆，标准杆就是太麻烦了，就最远那个洞，谁先进谁赢，多用一杆拖一件。行啊，那你可得拖干净点儿。一杆就进了最远那个洞。这小子说不会打，分明在耍我。臭小子，你敢耍我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和严总有话说，你们都出去。8号那晚在金地酒店，是谁把我灌醉送进你房间的？是余光远。我明明已经拒绝，你却逼我就范，就不怕众星告你？林耀辉不敢，他自己不干净。那姓苏的小明星就是他送我的。严总，愿赌服输，
说好了输一杆脱一件，对吧？对。衣服就免了，我对你的身体没兴趣，直接跪下吧。我习惯别人跪着跟我说话。趁乱走人，最省事。江哥，快走，他们追上来了！江哥，你醒醒，别吓我！人不会是死车上了吧？我不拉了。哥，你的活也全停了，新剧也黄了。先别拜了，跟我说说，众星娱乐的竞争对手有哪些？能跟他抗衡的有5家。哥，你问这干嘛？星河娱乐根基浅，缺一线，可背后资本较强，正合适。星河的负责人是创始人兼 CEO 周长明。明晚7点，香榭别墅办慈善晚会，这位周总会出席，可咱们没请柬，根本进不去啊。周长明就从你这儿撬开众星的棺材干，到时就有了。江哥，你到底跟接待员说了啥？他咋忽然就放咱进来了？你不会是隐藏身份出来闯荡娱乐圈的富二代吧？方才对接待员动了咒，神魂虚弱。少废话，人看到了吗？可能在休息室吧。对方在洗澡，我先躲一躲，再寻机会现身。这人观察力惊人，得先飞了光源。周总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想跟你谈个合作。你叫我什么？这声音低沉的像琴音，竟有点耳熟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周长明，周总，不对吗？众星一岛能接住那些一线艺人的，只有资本雄厚的星河。你不心动？你和众星有仇，那是我的事。证据呢？你先松手。这 U 盘里是林耀辉和严文雄的录音聊天记录，涉及逼艺人交易。有件事忘了跟你说，我不是周长明。竟拿假名耍我，这具身子撑不久，速战速决。社长连，我本是神卷一族的司命师，该隐居山中一心飞升，偏偏16岁那年遇见他，只因他那张脸生得太好看。红尘飞升，不入红尘如何飞升？把濒临亡国的大周生生拉回了盛世。他百年归老，我又给大周当了100多年看门保安，临了还搭上了自己的身体和神魂。伤疤，我曾用咒术在他心口烙下过一道伤疤，分毫不擦，真的是他。我是喜欢热情似火的，可不喜欢上来就扒衣服的。你还愣着，是想等你老板被强杀吗？不用紧张，法治社会，我还不至于动私刑。我不紧张。我说你旁边这位，我听说这种私人宅院埋个人都发现不了，活埋还不至于。2位擅闯我别园，还对我贵客意图不轨，我若放走，擅闯私宅是我们不对，事出无奈，请周总谅解。扒我贵客的衣服也是事出无奈？那个不是，君子坦荡荡。坦荡荡的扒人衣服？我没猜错，江先生是来找我的，来找周总合作。这里面是林耀辉逼艺人交易的证据，这种东西不好拿吧？我有我的法子，身后绝无他人，周总大可去查。手段我领教了，可对付林耀辉没那么容易。我本以为他忌惮的是严文雄，没想到竟是林耀辉。严文雄，一个暴发户罢了，对付他不难。倒是林耀辉，你可知众星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谁？谁？方之翼，林海方家的人。不过我虽杠不过方之翼，有人却可以，你也认识。我认识。华悦集团执行总裁，也是韩家未来的继承人韩崇。韩家，临海四术里最强的世家。那你愿意帮忙吗？不愿意。那你要怎样才愿意帮我？你得罪我的账还没算完，还想让我帮你？你想要什么都行。大哥，人家是世界前15集团的继承人，你卡里就3000块。好，什么都行。名禄恩福我都能为他取来，唯独长生没那能力。长生不行，那个我没办法。你连套像样的西服都买不起，也敢说要什么都行？你想要钱也可以。你能让我满意，我便帮你，不计前嫌；不能，就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这是死路啊！韩家人什么没见过，拿什么让他满意？让一个人满意，给他喜欢的东西不就行了？你喜欢花吗？一般。韩总可是连亚马逊雨林都去过的人，请韩总打开窗子，花在外面。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去摘花吧？当然不是，只需打开窗即可。先生，你先后来这别尾，便看到这一院紫苑，想着你或许会喜欢。你怎么知道那花会被吹进来？自然是算到要起风雨，又拨动那株紫烟的命数。精彩绝伦，韩总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你的请求我答应了，合作我也答应了。1周内，这么快？由他出手不算快了。我以为他只是放录音循序渐进，还是低估了他。
好多消失的艺人都站出来了。林耀辉被带走了，严文雄还在住院，暂时逃过一网友翻出你那件事了，开始怀疑你是不是也被逼的。被迫，他们倒是猜对了。司命咒法、道家推演，我全都用上了。可韩虫的命数怎么算都是一片空白。难道他身边藏着比我更强的术士，连司命师都蒙蔽得了？又或者对方是个地仙？可那样我怎会毫无感应？是我神魂破损太重了。待会儿见了导演，礼千里万周到，别用力过猛。过去、未来，连他们的生死祸福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基本命数都难不倒我，怎么偏偏算不出韩虫？咦，那不是韩总的司机吗？香榭别院见过的，穿蓝条纹西服那个。半个时辰内必有死劫，他去接韩虫，韩虫也危险。我有点事儿。韩总，人甩掉了，回主路有点堵，绕个路可以吗？可以。之前走的是这条路吗？啊，抱歉，我刚路口过早了，这就拐回去。陆叔，赶紧把陆叔弄出来。这伤不轻。为什么？我受伤了，送我去医院。好，师傅，等等。我没有车，混娱乐圈的连辆代步车都没有。那，你那个助理呢？没来，快走，那车随时会爆炸。哦，车里那个要救吗？留个活口能插幕后，可再搭上一条命，不值。你流了很多血，一个娱乐圈小明星，见这种场面怕是要吓哭吧？对，怕吗？我帮你把刀拔出来吧。你认真的吗？你敢拔就死定了！先点穴止血，人怎么晕了？含两颗顶着，免得我半路也睡过去。血止住了，伤口在合，可我也撑不住了。江武呢？他说有急事，已经走了。急事？怕是怕我找他麻烦吧？你找他有事吗？给我查查，他跟陆林河是不是一伙的？不是他救了你吗？你见过谁救人直接上手拔刀的？伤口多深？大约4公分，不过出血量太大，您才昏迷这么久。那是江先生的衣服，他趴在您身上满身是血，医院分不清谁的血，给他也查了。他受伤了吗？没有，只是力竭昏迷。您醒前半小时他就醒了。都超时1个小时了，侯导面试早结束了。不对，你衣服上怎么还有血？抱歉，出了点意外。侯导呢？在3楼休息室。你们好，请问哪位是侯导？什么事？我是江吴，今天来面试苍月的。面试结束了，你来晚了。我很抱歉没守约，但事发突然，我必须给您一个解释，也想再争取一个机会。但最重要的就是运气。江哥，如果我能证明自己有运气，侯导愿意给个机会吗？我觉得那颗金桔会掉下来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侯导要试试吗？让他走。别！我说他会掉，他就会掉。跟我过来。你是他经纪人？助理兼经纪人。他之前演过什么类型的剧？网剧，大多是现偶。我操！江哥这状态，我都快不认得了。说说你对苍月的理解。掌控所有人命运的人，万物皆可预知，再没什么能提起他的兴趣。除了既定命运里的变数，像暴雨后侥幸活下来的小蚂蚁，让人忍不住想看他能走到哪一步。这角色太像我索性把其外形进去。是真懂苍月，看来我判断错了。苍月可以不用是花瓶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被录取了。运气这东西，从不会在我这失手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已经重新选了演员，可以离开。江武，你是？怎么综艺混多了，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？他是左然，以前 H 音的团员，重生以来没少听这名字。微博上骂我的几乎都顶这个粉漆。我们很熟吗？侯导，你该不会要让他演苍月吧？对，他已经通过试镜了。您看过他的戏吗？他就一面瘫，能演什么？那也比不听话的面瘫好。有过节。今天之前，我都不记得他什么样。
江哥这一句比骂他还狠。进来，跟你说几个事儿。老东西真没眼光，找江武演戏，这句绝对要亮。你小声点，别给人听见。听见了又怎样？他试镜迟到，侯导本没要他，怎么突然冒出个江武？中兴那事儿就有人在暗中推手。当年我好不容易把他踩在脚下，绝不能让他再爬上来。虽然努力100次才遇上1、2次机会，但至少也该输得光明正大。江武，这次别想这么舒服。顶层那位病人，我能上去看看吗？抱歉，先生，这点谢绝访客，顶层病房还得本人许可。都没有，我连看他的联系方式，他肯定没睡，灯还亮着。我治疗到一半就晕了，走势太急，没确认他伤好了没。古希腊掌管风雨的神，装神弄鬼。老板最厌恶装神弄鬼的东西。江先生算是撞枪口上了。车祸怎么样？大货车司机没问题，账户人际都无异常。陆凌河呢？经济、人力都无异常，警方进度慢，恐怕得等他醒来才知道为什么刺杀你。这件事先别让我爸妈知道。是，你去休息吧。有人，出来！说最后一次，出来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来看看你的伤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他妈可是16楼，你就这么爬上来的？从金地酒店香榭别遇，这小明星总让我摸不着头脑。你伤口怎么样了？恢复的还不错。如果没有你帮忙的话，是我救了你。所以，你希望我怎么答谢你？加个微信吧。江武，你疯了！他和燕虫一个样，狡猾又警惕，要得手只能趁他病着来硬的。意志力越强，精神恍惚就越短，不能耽搁。1000年前，他就那样看着我，黑眸里盛满我看不懂的情绪。飞升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等我死了以后，你还能知道吗？他像是笑了，却那么难过，又像松了口气。我至今没懂，近的能数清他的睫毛。他专注的像此生只看我一人。韩总，监控室保安说有人爬进了您的。下次记得敲门。江先生晚上要留宿吗？要。不用。附近没酒店吗？你挤什么病房？可我是来看你的。没吃饭，中午就没吃了。堂堂一个大明星，吃碗咸菜白粥也能吃得这么香，看来是真饿狠了。这么晚都顾不上吃，你到底去忙什么了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临时见了个人。他这副刚洗完澡、眉眼放松的样子，比平时柔和太多了。我洗好了。一股清淡的草木香，是沐浴露的味道，倒很衬呢。不敷面膜，也不抹身体乳，倒和我印象里那种娇气的男明星不太一样。都聊了快1个半小时了，他到底在跟谁聊？怎么还没聊完？瞧他那心情，看着倒是好得很。好多年没和别人同睡一间房了。很晚了，我要关灯了。哦，好。更别说是个只见过3次面的人，可我们之间发生的事，偏偏比见过几百次的人还要精彩。这是我当年亲手留在燕虫灵魂上的神魂烙印。白天那道玄阶咒术本该让我昏睡3、5天，我却4小时就醒。过来一起吃俩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。过来。不想解释一下昨晚的事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昨晚梦游了。我是睡着了，不是死了。哦，我希望下次别再发生这种事了。今早一睁眼看见挤进我怀里的人。可以，反正我已经确认完了，没必要再扒他衣服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跟你无关。没事，这种事要是周长明知道，他能笑话我1整年。我听说是他救了，偏偏是个明星，偏偏爬进了你的病房。药品查过他，没什么问题。周长明的疑问我又何尝没有？可我查不出他半点破绽。听说他昨晚爬16楼来看你，连这事都传到他耳朵里了，届时只会越描越黑。罗密欧与朱丽叶啊！闭嘴！你说你救了华月的那位韩总，那你不是要起飞了？那可是韩家未来的继承人，有这人脉，以后在临海还不横着走？我没人脉也敢横着走，无非是怕违法罢了。你想多了，他挺烦我的。你之前还得罪过人家，顶多功过相抵，那个阶级也不是我们能攀的。他没有韩家，也会很厉害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代表你被人家屏蔽了。屏蔽我？那我也屏蔽回去。你这张原图太炸了，直接被放进 C 位了。演苍月的是新人吗？这俯视众生的眼神太绝，好仙好美。拿6试镜耍大牌，让导演等了几小时，靠背景关系顶替了 Z 姓男演员。说的是我。当年团内霸凌，逼我们哥哥退团单飞的就是江武。演不错，人际冲突，临时不合作了。劣迹艺人也配演戏，不换人就举报整个剧组。这阵仗倒和我刚重生时的全网黑一模一样。
甚至更深。江哥，你还好吧？江武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就发博支持你。发博只会把热度抬得更高，眼下唯一的办法是降热度，让他别回复。谢谢你，若瑄。这件事你别插手，这趟浑水没必要再把他拖进来。江武，霸凌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？假的。所谓霸凌，是左然为丹妃自导自演的戏，真正被欺负的是元神那个软柿子。除非找到当年队友像对付严文鹏那样用咒术录下真相。料到了，还是有个团员叫陈峰安，名片发你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，但帮不了你，我还得在这圈里混。果然，没人愿意为一个胡雅去得罪如今的左然。齐天骄是高投资大制作，经不起这种风险，恐怕没法合作了。好的，没事，大不了咱不拍戏了，专攻综艺。太旅那边还等着你呢。这是一出太旅那边只怕也不敢再请我。实在不行，咱就去当平面模特。就你这张脸，这身高，这气质，真的。平面模特也能赚钱，好好研究研究。见他这么上心，我这颗悬着的心反倒不慌了。网上都传遍了，说他当年团内霸凌队友。霸凌？就江湖那软包子黏黏糊糊的样，其实被霸凌的是江先生，是对方倒打一耙。江先生当年被同团的左婵嫉妒，暗中欺辱，母亲也因网暴去世，他却背了这口锅。一个把所有恶意都咽下去的人，竟被说成施暴者。姚平，明白。5年前那场霸凌，是左然为了丹妃自导自演的谎，真正被欺负的是江武。当年我没敢站出来，对不起。陈伯安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也欠江武一个道歉。神色居然全反了，左然才是霸凌者。果然呢？出来回应啊！怎么装死了？江哥，你被平反了，咱们又能回来了。历时200多载，世人人云亦云，被骂翻身，我都没什么感觉。只是陈峰安怎会突然变卦？多半是有人在背后出手了。能扳倒2线左禳的来头小不了，是那位韩总吧？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喂，什么事？我在忙。你上网吗？我是盲人，不是野人。你救我的事两清了，那你别帮我了，再把我黑回来吧。那你脱衣服，咱们继续拍。拍什么？他们说面试要拍上身照。是傻子吗？哪个面试要拍上身照？你被骗了。我也不清楚，是一个朋友介绍的。算了，这次当你大半夜爬16楼看我，没有下次。你大半夜爬他房间啊？这个不重要，你先问那朋友是不是骗了我们。母亲病逝，被背叛，被逼入绝境，他竟全尽力了。车祸那天，江先生其实是赶着去面试，离开医院也是去试镜。问一下，他朋友介绍的那个模特工作室叫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举报他们诈骗。再次被全网骂还能淡定转行，是因为他早不抱希望了吗？所以才会不顾危险救我，毫不畏惧地爬上16楼。悬疑引发，我竟觉得在哪儿见过这副模样，黑头发才对。你之前对苍月的理解，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是啊，离16、17岁过去200多年，那会儿我没爹没妈，只想飞升，哪来少年感？实在不行，先多看几部年轻人的片子，找找感觉。侯导都不敢凶他，咱们哪有过这待遇？经历那种事，谁状态不受影响？侯导只是严厉了点，也不知他背后到底是谁，能买这么多水军。这台词呢？钟学姐，走位背熟了吗？就在这儿闲聊，小心被侯导听到挨骂。你不是演技差，是对少年苍月缺乏认同感。他冷漠下藏着执念，你却真的无欲无求。那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认同？参考身边熟悉的人，想象他们若是少年苍月。身边熟悉的人，能带入少年苍月的只有燕虫。燕虫那么狡猾，大周王老爷也只会感叹句带不动，哪会黑化？想不明白就先跟侯导说，先拍黑化后的，免得拍一半挨骂。跟传闻一样，人真好，这咖位还主动交新人。该怎么把燕虫带入这个少年苍月呢？少年苍月伏剑入殿，请命退敌，这一幕我竟觉得眼熟，像是很久以前我亲眼见过。当年的燕虫也是这样主动请命去的北疆。原来钟雪说的参考身边人是这个意思。北敌犯境了，两党争来斗去，30万玄甲军的军饷愣是送不出去，拖了半月才拨，结果主帅旧伤复发没了。那可想看看边漠的狼烟，北疆的月，好看吗？还不错，也罢，陪他走一趟。一夜没影，竟孤身进东山猎了只白虎，连夜拔皮缝了只虎裘。北疆孤寒，可不能冻坏了你这神仙的身子骨。怎么没把老虎头上的毛袍也扒下来，还能做顶帽子？接着回来，喜不喜欢？还行。陈彦冲请旨领兵北上，押送军饷。这老狐狸终于露出獠牙，果然是冲着玄甲军的兵权去的。你说的北疆的月，可别让我白跑这一趟。王爷千金之躯，何苦来这边疆吃这份苦？一半为家国百姓，一半为私心。那时我只当他要趁乱收拢玄甲军，握兵权去争皇位，那半句为百姓，多半是说来宽人心的罢了。今才懂，他大可坐等两党相争再出面。他是真为那12城的百姓。仙人金贵，躲我身后便是。你倒是越打越精神了，定亲王。他骗我留下当大州保安，早有先兆。我到底玩不过这老狐狸。对，就是这个眼神，你小子总算开窍了。把燕虫那股劲儿往身上一套，竟真就成了。悟性，这就是悟性。之前是我小看你了。我就说我家江哥是天才。这天才不过是活得比你们都久罢了。今日演着演着，越发觉得他和那只老狐狸是一个模子。不懂就对了，
等你哪天想起来，怕是要被自己气笑。拜我为师，我教你术法权谋，护你报满门血仇。弟子月明哥拜见师尊。怎么有难度吗？露正脸侧脸的必须本人上，其他可以用太简单了，看着简单，但后期会加特效，手一挥就是一道法术光打过去。我可以自由发挥吗？这点花骨子还不够我塞牙缝。江胜老师是国家5英级教练，够你学一辈子。我倒可以教些不划拳绣腿的，就怕你们做不到。江无别犟了，好不容易赶上进度，听导演的吧。那你想怎么拍？看好了，你疯了！这具凡人之躯，反应竟还跟得上几招，倒有点意思。这时代的剑术竟没落至此，连一丝内力都没有。5英级的都被你打穿墙了！你这剑法行云流水，分明师出有门，是哪一派？一个朋友教的，他是道士，我也不知是哪一派。交个朋友，往后多指教。这人脉，怕是又要让某些人睡不着。江无会教我的，对吧？沈岩，你的女主要被人抢走了。那是我老板，半个制片人，我哪管得了他？教个剑而已，怎么一个个的眼神都这么奇怪？你很有习武天赋。怎的，想拉我一起拜入你师门啊，师兄？我师门就我一个呀，那我可真得喊你一声师尊了。师尊，倒和戏里那灭门真贼撞了个正着。啤酒而已，不醉人的，喝一口。我从不喝酒，从来不喝。你这么养生的？我这司命师一旦喝醉，怕会无意识改了谁的命数，轻则乱人姻缘，重则动摇天地气运。师门代代都告诫，绝不能沾酒。以茶代酒吧，我喝醉了会很麻烦的。有多麻烦？会撒酒疯，还是会乱来？不是，会天崩地裂。你真幽默，网上传你不好相处。别骂了，别骂了，再改了。江哥，快醒醒，你又上热搜了。让他们黑吧，我本来也不在乎。不是黑料，是绯闻，你跟钟雪被拍了。这不就是昨晚吃完烧烤回来的路，后头还跟着侯导一批人呢。哪个记者发的？这么能编？让他来当司命师算了。圈内有名的狗仔，专爆顶流，估计是蹲钟雪，没想到蹲到你。那你以前都怎么处理的？以前也没人跟你炒绯闻啊。也就是说，这绯闻是经钟雪那边点头才放出来的？该不会钟雪那边是要跟你炒 CP 吧？这炒 CP 倒让我想起1000多年前那桩荒唐事。那位赖在坤德殿，还蛊惑陛下不肯立后呢。要不是燕虫死都不肯告诉我飞升法子，我至于赖在皇宫？那帮老东西凭什么觉得他不娶妻是因为我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他本人。你为什么不娶老婆？那你为什么要娶老婆？是啊，从来只有为何要做某事，哪有为何不做的？不想做不做便是，这有什么好奇怪？想通了，那就别理会那些闲言碎语。传旨坤德殿改名吴江殿，江吴的殿，这下可就合理了。这老狐狸哄起人来倒是有一套。他咖位比我高吧？那可高太多了，差着10万8千里呢。所以这事是我占了便宜，那就先不澄清了。黑红也是红，何况这回还是粉红。反正左然的事刚翻盘，借着点热度也无妨。江小可怜挺好的。钟雪该找有钱有颜的，我投林海方家3少。好家伙，连华月总裁都被网友点名了。你配的，江无过去那么惨，正好配个大姐姐。娱乐圈就这样，今天跟这个吵，明天跟那个吵，吵着咖位就上去了。你很懂？也不是很懂，我女朋友追星耳濡目染。你有女朋友？请假都跟您提过好几次，老板您这是有点伤心啊。谁追的谁？怎么追的？他追的我，吃饭、看电影、送花之类的。送花？追人当然要送花，也没规定不能给男人送花吧？那枝花，难道也是这个意思？您该不会一次恋爱都没谈过吧？很不可思议吗？青春期没心思，后来又去了个不可能谈恋爱的地方，回来便只剩事业。查查这个叫钟雪的女人。这才几天就抱上大腿了。钟雪温柔却是女强人，正好互补。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跟我炒 CP 的感觉。以我这咖位，你不觉得受宠若惊？怪不得侯导会选你。为什么？你有时候真像苍远，对什么都不在乎，外界说什么都无所谓。人都会死的，何必管他们说什么？人会死，话却不会。好人也能被传成恶鬼，你不怕？拍这戏最遭罪的就是吊威顶，勒得难受，还耽误我施展身手。总不能告诉他们我飞起来比这钢丝稳当多了。忍忍吧，干这行就这样。我这套好像包了软边，咱俩换一下。那就谢了。跟我还客气。就算拍完，这恼人的钢丝一刻也不想多挂。哟，堂堂武林高手也怕吊威亚，有点丢范儿啊。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了？快说说。我若使轻功，比这钢丝稳10倍。不好，钟学姐的威力断了！救命！快接住她！谁来接住她呀？凡人这一摔，骨断筋质，九死一生，容不得我再撞下去。让开！他跳上去了！这一剑稳的根本不像个凡人。接住了，人没事。
站稳了，没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对啊，我也觉得他俩特别配。江无虽狐那张脸是真好看，苍月定妆照一出，我整个被惊艳。而且英雄救美，多浪漫！他从10米高跳下来，接住了钟雪。10米高跳下来？谁从10米高跳下来了？韩总，我们在说网上的事儿，有演员拍戏微喇故障，被人从10米高跳下来救了，不是咱公司的。救人的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？叫江无。视频拍得清楚，他身上没绑任何保护装备。连想都没想，就为了个女人把命这么豁出去，我还在替他担心被女人骗，他倒好，命都不要了，真是可笑，可笑的很，这个蠢货！那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？没门派，有个师傅，约等于自学成家。那你除了剑法和轻功，还会点别的啥不？内功。内功？是不是还能隔空打人、震碎石头那种？给我查清楚，这腰带到底怎么裂的？谁负责这事儿？侯导，您消消气，我早上刚检查过，结实着呢，厂无能作证。这套装备，上一个使用者是谁？应该是沈老师吧？沈岩，去把人给我叫过来，当面问清楚。我用的时候挺结实，还包了软边，没破损啊。包了软边？你用的那套是包软边的？对，本来想让给小影，她说我打戏多，就让给我了。钟雪把软边那套给了我，所以有问题的这套。可能当时有道裂缝，我没发现。不会的，我真检查过，有裂缝我绝不会让演员用。片场没监控，可证据不一定非要监控。演员都先下班，后勤全留下，所有道具给我查一遍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把刀还给我！别急着抢，先看看这把刀。威压腰带是特制布料，普通刀割不断，只有锯齿刀才行。那是我在路上捡到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查查购买记录，是不是你捡的？一查便知。这刀我先收着。你跟左然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左然？我根本不认识。你俩合作过一整部戏，会不认识？我在 H 网撸串的事，是左然告诉你的吧？他让你害我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看不惯你霸凌他，逼他退团。他差点抑郁症逝亡，你还抢他角色，在网上颠倒黑白。所以你连查都没查，就这么信了他？我不信他，难道还信你这种人？你俩是情侣关系吧？别不吭声，看你这反应就是默认了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他跟他经纪人的关系也不一般？你胡说，这绝不可能！侯导，都听清楚了。你但凡长个脑子，就该知道左然那小子靠不住，还说人家抢他角色，就他那德行，他配吗？倒打一耙赖人家抢角色，他还有脸说？报警吧！江哥，快来 ，C 位给你留着呢。行了，都别急，往中间站一站。江哥这半个月真是辛苦你了，以后常联系。来，3、2、1，茄子！聂雨萌想见你，有事要说。喝什么？你是不是知道？你也交换了，对不对？交换什么？运气。你特地来找我，应该不是为了打哑谜，开始反噬了。你果然知道，你也从他那儿交换了运气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？录完探旅回来，我就开始生病，做什么都失败，还查出了恶性肿瘤。你窃人气运，逼对方离世，是因；如今你迎来反噬，是果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没想让他死，我只想他把出道位让给我。他拥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要抢我的？我真没想他。是谁替你窃取的气运？常毅。常毅，什么人？他是临海有名的慈善家，你不认识？不认识，把来龙去脉，一个细节都别漏。你这长相气质，到现在才出头，怪不得网友天天喊内娱完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江哥，你以前帅是帅，可没这么扎眼，现在跟会发光似的。你简直在发光，让人移不开眼。你也是。好家伙，真就名副其实的金地呗。是不是觉得俗气？还行。这酒店是方家的产业，全金太土，年轻一代接手才重新设计的。临海4大姓的方家。我带你熟悉下环境。刚才差点没认出来，变化挺大呀，江武。你是？你当年追我，光情书就写了几百封，每封都有我名字，是怕小雪误会。白渊，我来娱乐圈不过玩玩，不需要代表作当门槛。今天这种场合进也就进了，不像你还得靠代表作，难为你当年为那些代表作付出那么大代价。你本可以承认嫉妒他，却非要扯这些莫须有的，是心虚吗？我嫉妒他，他有的我一生下来就有的，我嫉妒他什么？这确实，你爸是富一代，所以你是12代，他爸不是富一代，当然成不了你，但他成不了你，却可以成为你爸。你放我松手，不然我要叫人了。以前年少无知，我不当回事，百小姐也别当回事，省得别人还以为
是你倒追我。你也配？我身边有明珠，怎会想不开去择你这榆木？听说2楼今天有常先生请的贵客，咱小姐妹斗嘴，熟人看惯了，可别吓到贵客。没事，正好也让我见识见识影后风采。韩宠居然是华月的韩总，他不是从不出席这种活动吗？临海韩家那位继承人以孤僻闻名啊！不看我，那我还是闭嘴吧。他这腿是怎么了？早年疫苗没普及，拖几10年就永久瘫痪了。这气韵平静的不像个病人。您不是说他俩只是炒 CP 吗？可能炒出真感情了。娱乐圈这种例子不说，需要我下去喊江先生上来吗？不需要。没什么，我说你能不能陪我去趟洗手间？行，正好我也想透透气。常一替他窃了气韵，这老头的气韵却平静的反常。不，韩宠，这场面我到底是认还是不认？你怎么来了这里？见见世面，听说这里上流人士多，想认识些娱乐圈人脉。听着倒合理。你那位女伴呢？进洗手间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她不简单，别和她走太近。知道了。好，你到底听进去没有？我不跟她打交道，怎么查你被刺杀的事？爹，江无，是你？这么猴急，等不及去酒店跑这幽会来了？你别误会，他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活该！这场面我能笑1年。江无，你追不到我也别这么随便。你知道他以前那些事吗？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。当初死皮赖脸追我的是谁？半夜爬20楼给我送吃的。那女人该不会还没穿衣服吧？录下她的狼狈样，韩总准没兴趣。江无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以我的家世，你高攀不上。没事，可以理解。你说的对。他突然跟我说这些，是抽什么风？其实仔细看看，你还挺帅。你这个贱人！我劝你，先看清是谁。韩总，怎么会是你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韩总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钟雪，我骂的是他，我没想骂你，求你原谅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视频删掉，然后滚。删了，我这就走，再也不敢了。他把你当成钟雪了，知道是你，他绝不敢骂。你觉得我会因为被这种人骂而生气？那难道不是？其实以前那些事，我并不在意。他该不会是为我被骂而生气吧？还挺暖。20层楼，比医院顶层还多了4层。亏我以为你冒险来看我，还特意替你解决了左然，还了人情。那个，此事说来话长。20楼，你很喜欢爬楼吗？这事儿是真过不去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不想被卷麻烦，就乖乖离开。钟雪，你回来了，我们正说着话。其实我有司机，不需要送的。可这样对你太失礼了吧？没关系，我正好去跟朋友叙个旧，你们先忙。那路上小心，到了报个平安。你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吗？以我的敏锐，竟没察觉那女人的到来。其实我是来查陆林河的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倒是给我开口的机会啊！你都把我锁死了，让我怎么说话？说吧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一个叫聂雨萌的女人告诉我的。常毅替她窃取了别人的气运，如今她已经开始遭到反噬。被骗了？谁被骗了？你我，那个叫聂雨萌的女人，还有陆林河都被骗了。原来一开始2人就被选中带进了晚会，可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他俩？陆林河真对你说得通，可聂雨滂呢？一个走出大山村的小姑娘，唯一的影响是意外逝世的那个南姨。你认识一个叫南姨的女生吗？选秀出身，后来意外逝世了。不认识，但我认识一个姓南的人，叫南清世，是个建筑师。建筑师跟选秀学员八竿子打不着，跳过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中学有问题，到底什么问题？我让姚品查过他的家庭非常复杂。他26岁那年陷进了一桩天大的丑闻，全网抵制辱骂，比当年的你还要糟糕得多。那阵子甚至传出他精神崩溃入院的消息。然后呢？他是怎么翻盘的？这则消息传出1周后，娱乐圈悄无声息死了几个人。先是同赛道的当红女星林玉摔倒失血而死，接着丑闻里的富商和官员先后意外身亡，最后是最先爆出丑闻的那个记者。之后丑闻平息，他洗白回归，一路成了今天的顶流。这些确定都是意外。
卷宗我调过，确实是意外，还覆辙过几轮，就像是突然被命运女神纯清了一样。命运女神这4个字可不简单。不是说不熟吗？确实不是很熟。不熟就上手，熟不得上床。好歹是个顶流，你注意一下场合。我又没说什么，是你自己想歪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钟小姐，方便坐你旁边的位置吗？抱歉，可能不太方便。那正好，你去里面坐。怎么又不方便？方便。韩总和传闻中的不太一样呢。钟小姐倒是和传闻差不多，一直喜欢25岁的。江无这样的，超过25也可以考虑。我活了265岁，倒成了你眼里能凑合的小年轻。唐林董事，市价2倍，这串项链归您了。怎么了？怕弄乱你的头发？怎么？瑞典限量款，起拍100万，每次加价10万。我是想问你，这款手表怎么样？不如手机方便。买这个手表的人都是当做配饰，谁会用来看时间啊？我当年随身的物件哪样不能救命？这玩意儿只算累赘。你没有看中的东西吗？你声音太小，我听不清。你没有看中的东西吗？有，倒数第2件那幅画。这是仿的大周时期的画作，他高中都没毕业，怎会一眼认出仿画的朝代？郑老先生是书画协会会长，专擅大周宫廷画。今日你对书画很了解，之前有部戏需要粗略了解下。郑敖星踏青，起价30万。50万。50万1次，2次成交。认得。此物名钩叶玉环，青铜花纹先阴刻，再以象牙嵌制，是大周皇族打猎所用之物。黑冰翡翠这种东西也值得大周皇室御用。黑冰如今市价是不高，可大周上水，肤色玄黑，黑乃朝服主色，连龙袍亦然，取玄水之德。此斑指通体黑冰水墨种，外嵌青铜雕新月莲花嵌象牙，正是大周皇室御用规格。和那位说的一字不差。240万，280万。罢了罢了，看来是轮不到我了。我没钱，可江无旁边坐的这位顶顶有钱。韩总不感兴趣？我家地下室一堆这种货，全落灰了。江无，你喜不喜欢？真的或许会喜欢，假的还是算了。假的？这可是唐林拿出来的，临海古董圈出了名的高手，他的东西能有假？真的早就被摔碎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就是我摔的，确切说，是一剑定碎的。燕虫一死，飞升无望，连这摄政王都当初钩叶玉环，带之狩猎，百发百中，纵是天上神明也射得下来。好，有此神物，这就是天下第一神手。射中神，大周只我一个神明，这是冲我来的。国师，您怎么来了？也敢妄称摄神，崩了他！国师饶命，小人再不敢了。我总盼着燕虫那小子给我留了个考验，只要辅佐帝王护佑大周，他便会现身授我飞升之法。可直到大周覆灭，我也没等来那份惊喜，反搭上了性命。再睁眼，已是1000年之后，而他竟真的出现了，诗意古怪，却分明就是燕虫。为什么这个眼神看着我？什么眼神？好像我欠了你几百亿。哦，这小子我有个朋友学历史考古的，是他告诉我的，旁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曹无约。这名字记下，回头让人去查。查去吧，1000多年了，那老头骨头烂得比道士还快，能查到才有鬼。江无江先生是吧？我是常先生的助理吴兴，常先生想见见您，不知方便吗？你说你叫什么？吴兴。哪个吴哪个兴？口天吴，兴王的兴。江先生，常先生还等着您呢。让他再等会儿，反正坐着轮椅累不着。你手机号多少？居然晾着常先生，还反过来盘问起来，脑子有病吧？怪不得混这么差。138角12掰，正是聂雨萌通话记录里的那个号码。快走吧，别让常先生等急了。请。江无被带走了。江先生不像有极强愿望的人，常毅怎么会选中他？因为你跟他打过交道。若没打过，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没背景、没演技、贪婪无耻、运气还很差的18线小胡咖。总结得很好，但我不喜欢，下次放心里就行。我自认佛系，唯一执念就是飞升。难道连这都被看出来了？常先生，江先生到了，进来。江先生，坐。常先生找我有什么事？
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命运不公啊！百元投了好胎，便坐拥资源，你却要拿片酬去换母亲的医药费，合着是把我当原身了，连他家底都查得清清楚楚。常先生怎么知道百元当众羞辱我了？您当时就在外边看着，却没阻止。怎么会呢？我是听别人说的。哦，那就好。我还以为您就在那儿干看着呢。江先生，你想要成名吗？不想。那你想要很多很多的钱吗？不想。其实我也喜欢坦率表达欲望的人，我很欣赏你，愿意帮你这样的年轻人。谢谢，但我不想。那你想长生吗？长生。我今年快60了，可你看我的相貌，这头黑发依旧是30岁的模样。江先生快奔3了吧？娱乐圈吃的就是青春饭，你这样的好样貌若是失去，多可惜。这倒是，最多能年轻多久呢？50年。年轻50年，我可是已经年轻了200多年。50年还不够，人一共也活不到100年。江先生未免太贪心了。就算能年轻50岁，体内老化的器官也没办法吧？不然您怎么没能重新站起来？江先生怎么知道我站不起来呢？怎么样，江先生，信了吧？像常先生这样，需要付出什么？钱。正义基金扶持被命运抛弃的人，积德行善，换命运庇佑。既然行善就行，我在哪儿捐款都一样，何必非选正义基金？你看，寺庙香火鼎盛，长明灯通明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与上天对话，改写命数。那常先生能吗？我当然不能，但有人能。谁？签了这份名誉会员协议，自然能见到那位先生。那就不是钟雪了。江先生还年轻，重返青春等50年后再说。眼下名利更要紧。入会协议形同志愿者，可最底下这份 S 级经济合同实打实的利诱。签名之前，我想问，还有别人签过吗？自然有，名利和长生，人人都追求。其中有一个叫陆林河的人吗？你问他做什么？我朋友认识陆林河，他得了恶性肿瘤，还因故意伤害被起诉。听说他来过您的晚会，我便想问问，签了协议后，除了捐款，是不是还得杀什么人？当然不需要，从哪儿听来的传言？我不擅长套话，只擅长刑讯。陆林河交换了什么？指使他刺杀韩宠的是谁？我可没封住你的嘴。不要！回答我的问题。陆林河想复活他儿子，指使他杀谁我不知道，我只负责传递消息。传递？消息就藏在拍卖品里。谁的消息？需要换这个吗？我真不知道，是那人主动找我的，他的名字我不能说，说了我会死的。禁言咒，中咒者一旦说出禁言，就会当场死去，难怪他不敢开口。果然是司命族的人。司命师代代独苗单传，我本该是这一族最后一个，没收过徒弟，没寻下一代，怎么还会冒出别的族人？不吃糖的话，解着纸上的幻术太费劲。解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敢盗用我的禁咒，竟还不知道我是谁？你的禁咒不可能，这是仙师的神咒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那仙师这么厉害，光给你整容不治好腿，腿好了大可说做了手术，何必装瘸？那几不该用尽你全力了吧？脊髓病变都没给你治，你的仙师不想你活？不是的，找够人合作就能治好我，还差3个我就能活。这癫狂模样，竟和燕崇临死前的眼神一模一样。没有人能阻止死亡，生命也不能。拿回来吧，这本就不是你的东西。燕，出口的刹那我就知道，中计了。难道这休息室里还藏着别人？时隔1000年，眼前竟还是23岁那年的他。果然，韩冲就是燕冲，奔赴北疆那年的模样。来别院便看到这院紫渊，想着你或许会喜欢。不要过来，是人是友都好，今日定下穿过去了，连真身都不是。这破幻境，我都要走到尽头看看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？死了，没外伤，没挣扎，也没中毒。这是怎么死的？像睡着了一样。这不是常先生的助手，怎么跟着钟小姐？不知韩总这是在做什么？常先生非法囚禁人身伤害，我带他去。江武也是我朋友，但您离开前，我得先确认常先生的状况。常先生死了。常先生死了，韩总怕是走不了了。他死了，关我什么事？韩总家大业大，难道连法律也要漠视？我没触犯法律，无需漠视。姚平，给钟小姐报个警。报警！华岳大好有人聚众伤人，这是华岳法务部索赔找他们谈。伤害江先生，我们也保留追究权。
我不管你身后是谁，他藏头露尾，不敢现身。我和江无是朋友，没打算对他不利。不必跟我说我没他单纯，我也没那么绅士，也不怜香惜玉。醒了，噩梦？有一点。为何这么看着我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好消息，你当爹了。那坏消息呢？孩子不是你的，自己上网看吧。韩总，是不是江无醒了？他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？今年8月，金地酒店那次出事后就开始这样了。他最长昏睡过多久？3天3夜，就是金地酒店那回。闹这么大，倒把上一创始人去世的消息压下去。长义的尸体现在在哪儿？火化了。这么快？何止快，干净利落，骨灰已连夜撒进海里了。压得这么干净，长义背后那人身份绝不简单。为什么会突然昏倒？老毛病了，经常会晕倒。既然知道有这毛病，为什么冒险去查长义？因为我想查清楚指使陆林河刺杀你的人是谁。这很重要吗？当然。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想好，那就想好了，下次见面再说。韩总，回紫园还是回公司？紫园。韩总，之前那点柔软的触感，竟还残留着。走吧。神魂碎片，竟已融合了1/10。这次咒术远强于以往，却只昏睡2天，神魂竟被修补了。术是我的术，这股黑色神魂之力，我却从未见过。我只见过师傅的皱纹，朱砂色，浓郁强大。这黑皱纹透着不祥，偏偏又能修补我的神魂。可长义已死，唯一的线索只剩那张咒符。把衣服给我。你找什么呢？没有，哪个口袋都没有。我明明随手塞进了西服口袋，那是长义用来坑我的咒符，不能丢。这不是江先生口袋里掉出来的那张纸吗？回头找个文字专家查查上面的内容。好的。那样像是再也醒不过来。我说要保护我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你还没代表作，最好保持单身人设。钟雪的事先别回应。没有，只是朋友。你怎么成精了？现在成精会被对家趁机攻击的。没事，炒 CP 本就一时之需，现在传得太离谱了。何况钟雪一身秘密，我本就不想再绑下去。韩重又总逮着钟雪阴阳怪气，拆了 CP 省心。你和韩总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一，他帮你澄清霸凌，送你来医院，还付了1个月 VIP 病房和体检费。我住院本为查他遇刺，这点钱自付，理所当然。我之前救了他，所以他知恩图报。站着举着不嫌累，还问要不要再来一杯？谁会对救命恩人这么体贴？江哥，你喜欢男的女的？你先做个心理准备。都不喜欢。啊？都不喜欢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不会喜欢任何人。有劳甄医生了。不客气。韩总说年底给我2倍奖金，还是谢谢。如今这世道，竟是有钱就行。当年那些神医一个赛一个清高，非得你下跪恳求才肯出手。那年我一时大意，是他替我挡了那一剑，剧毒入体，我一路求医，求到了殷白玉的半月谷。劝你早些回去，给他备好坟墓吧。那我就让你这半月谷也不好过。那一夜，半个山武的药被我拔了个精光。臭小子，算你狠！我老老实实种了大半年药陪他，顺手偷学了不少医术。当年我有权有势，他们连命都不要。如今没钱没势，反倒拿薪水上班了。你是韩总的私人助理，还是华约给总裁配的？怎么连接送都归你管啊？总裁给的太多，这活我推不掉。人已经安全送到住处了。那个小区安保程度怎么样？有不少外来务工人群。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江先生，让他注意安全？幕后人是否盯上他，只是我的猜测之一，没必要让他跟着担惊受怕。让荣安州去盯着。让荣先生去，会不会有些大材小用？他反正闲着，省得白拿工资。还有，那晚拍卖会上的所有宾客名单，给我一份。